使用两个电晶体与 RC 充放电电路，借由两电晶体交错导通，实现两 LED 灯交错闪烁效果，有如常见于公路的工程警示灯，提醒驾驶人留心道路上的障碍物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制作像这样的电子装置并不难，可以使用面包板、跳线与些许电子零件来达成。电子零件包含两个 LED、两个电晶体、4个电阻与2个电容。这些电子零件的特性、功能是什么？如何使用它们？面包板，也就是实作电路的地方，如图所示，板上有17剩10个插孔，实作时，依照图示将各元件安插到标示的位置。除了元件，还需要安插跳线。那么跳线的功能是什么？面包板上的插孔彼此又是如何导通的？面包板上的插孔分为上、下2区，每一区都以5个插孔排成同一行成为一组，而且5个插孔彼此是导通的。但是不同行的插孔是不导通的，因此跳线的功能就是可以让不同行的插孔串联，形成导通路径，这就是面包板可以实作电路的原理。例如图中的 J4 可以使得上区从左边数过来，第4组的插孔与第9组的插孔导通。电晶体，它的符号是 Q， 是一个具备3个不同极性的电子零件。如图所示，判读角位的极性时，是将电晶体有文字印刷之一面，也就是半圆柱之方形面，面向观察者，3只角由左而右分别为 E、B、C， 也就是射极、基极与极极。在电路中，电晶体可以作为电路的开关，通常是以积极的电压来控制电路的开或关。例如，当积极的电压大于射极电压 0.7 伏特时，积极到射极是导通的。反之，当积极的电压不大于射极电压 0.7 伏特时，积极到射极是不导通的。电阻，它的符号是 R， 是一个不具备极性的电子零件，也就是说它的角位没有方向性，可以直接安插到面包板。在电路中，电阻可以作为架构不同流量的电流通路，就像是水管有粗与细的特性，电阻数值越大，表示在相同电压的条件下可通过的电流越小。另外，电阻遵守欧姆定律，也就是电阻的电压等于通过的电流乘以电阻值，借此可以作为架构特定电压的工具。电容，它的符号是 C， 有些电容的角位具备极性，例如电解电容，角位之极性判读方法是查看封装上之标示，通常印有负号之一端为负极，另外也可由角之长短辨别，长角为正极，短角则为负极。在安插到面包板时需注意不可以接错。在电路中，电容可以作为架构不同充放电时间的电流通路，就像是水箱有容量大小的特性，电容数值越大，充电到一定电压的时间越久。另外，电容有滤波的特性，也就是说，它可以阻隔直流电，让交流电通过，可作为提供放大器电路之输出与输入串接的工具。发光二极体，也就是 LED， 它的符号是 D， 角位具备极性，可由角之长短辨别，长角为正极，短角则为负极。在安插到面包板时需注意不可以接错。准备好面包板，跳线与各零件之后即可开始电路的制作。如图先安插各零件于标示之位置，再安插跳线 J1 到 J5。按插角位有极性之零件到面包板时，需注意方向不可以接错。将电池和正极，也就是红色引线，连接至面包板 P1 的位置，负极连接至 P2 的位置，装上电池后可见 D1 与 D2 交互明灭。其中电池核为3个 AA 电池，电压 4.5V。如图之电路： 1. 当电源刚启动时，因电容之暂态响应 C1、C2 为短路 Q1、Q2 之积极接经由电阻连接至电源，而使得两个电晶体都有机会导通。假设 Q1 先导通 ，NLED 成为低电压， D1 因此点亮， C1 之一端也因而导通至接地， Q2 的积极低于 0.7 伏特， Q2 不导通。2. 当 C1 渐渐充电，使得 Q2 的积极高于 0.7 伏特，此时 Q2 导通， NLED 2成为低电压， D2 因此点亮，此时 C2 经由 Q2 连接至接地，
因为电容之暂态响应 ，C2 成为短路 ，Q1 之积极电压低于 0.7 伏特，导致 Q1 不导通。3. 当 C2 渐渐充电，使得 Q1 的积极电压高于 0.7 伏特 ，Q1 导通 ，D1 再度点亮。4. 同步骤一 ，D1 点亮将又转换成 D2 点亮，如此两状态周而复始持续变换。LED 驱动单元如电路图所示，当 NLED 信号为低电压时 D1 点亮 ，D2 不点亮。反之 ，D1 不点亮 ，D2 点亮，由此产生一对 LED 灯交错闪烁效果。